现在是7月底了，离我这个地方的霜冻日大概还有80天左右的时间。我这一批育苗的黄瓜是打算种在大棚里的。现在这一批黄瓜大部分已经长出2片针叶了，第3片针叶正在生长过程中。过2、3天，等到周末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开始移栽了。这个时候的苗龄也已经3周多了，已经到了可以移栽的大小了。这个育苗盘里边还有一些原生菜、罗马生菜和白菜，这些是我为秋天准备的第1批的青菜。这些生菜和白菜再过1周的话也可以移栽了，现在还有点小，我一般会等到3、4片针叶都长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根系也已经比较发达了，比较适合移栽。今天我们把这个培育好的黄瓜苗移栽到地里面去。黄瓜苗现在的生长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前几天大部分还只是有2片针叶，现在有的已经长出第5片针叶了，得抓紧时间下地了。今天是7月31号，我们这个地区的霜冻日一般是在10月20号左右。所以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会把这批黄瓜种到大棚里面去。这算是我们今年的倒数第2批黄瓜了。我们最后一批黄瓜今天也开始育苗了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每年的最后2批黄瓜都会选择种在冷棚里面。这样的话，当外边天气凉了之后，冷棚里边能够温暖一些，能够比外边高几度，这样种植和收获也会更有保障。我昨天逛 Home Depot 的时候，刚好发现有这种有机的种植土打折。这种土平时的售价大概是在13块钱左右，打折的时候只有5块钱。所以我把剩下的8袋就都给买了，刚好用来种黄瓜和一些秋菜。前几天我们刚把豆角给拉了架，现在棚里面这个架子附近腾出了一些空间，我等下把这些枯叶子和草清理一下，把这块空间整理出来，用来移栽黄瓜。这个架子旁边每一侧应该是能种大概5颗左右的黄瓜，所以等这整理好之后，我可以移栽10颗黄瓜过来。我现在先来松一下土。看这些是之前的豆角根儿，要把它挑出去。好了，这边弄完了，我们去弄另外一边。有滴灌的好处就是，看着外边是干的，但其实土里边都是湿的。看看蚯蚓，土里还是有挺多蚯蚓的。埋回去。好了，这样土就松完了。接着我拿铁锨来做一下垄。做一条这样的垄，能让等会儿移栽黄瓜的时候土层变厚一些，同时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持水土的作用。现在我来弄另外一边。行了，这边也弄好了。接着我来加上一些这个有机的堆肥土，增加一下土壤的有机质和养分。
这边弄好了，我把另外一半加到另外一侧去。这样两边的土就都弄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刨坑加底肥。我刚才把滴灌开了一下，这样能确定滴水孔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我这个滴灌滴水孔之间的距离是8英寸，这样的话我种植黄瓜就每隔一个滴水孔，大概就是16英寸左右种一颗就可以了。这个滴水孔已经开始滴水了，看这个。行，按照滴水孔的间隔，我这个地方刨5个坑。我混合了2种不同的鸡粪肥作为底肥，一种是大颗粒的，一种是这种小碎末的。大颗粒的是氮含量比较高，磷钾含量低一些的；小碎末的这种是磷钾含量高一些，氮含量低一些的。这样的话就刚好氮磷钾均衡，用这种均衡肥做底肥。然后我每个坑里边抓一把，跟土壤稍微混合一下。现在10个坑就都准备好了，我们接着去拿黄瓜苗。看看这些黄瓜苗长得特别的健壮，这个是唐山秋瓜，是这种旱黄瓜的黄瓜苗。这种黄瓜生吃的口感是非常好的。我现在把苗分出来，看看这个根系长得特别发达。每一颗都是这样。我们这样把土埋上就可以了，轻轻压一下。接着把另外5颗种到另外一侧去。虽然我们这里边有滴灌，但是第一次移栽之后，还是要浇上充足的定植水。我接着去打一点水来浇一浇这些小苗。我们浇完定植水之后，让它缓上2、3天的苗就可以了。这个季节菜园里边的真菌比较多，而且也比较容易生蚜虫，所以我们等2、3天黄瓜苗缓苗之后，我们还要给它喷一些 Neem Oil 苦楝油，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真菌感染，并且能够防治蚜虫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和关注。咱们下期再见。